Hello，大家好，我是伟大的橙子。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给汽车的大灯做个翻新。如果你的汽车大灯也有发黄的情况，不妨参考一下本期视频，也许会对你有帮助。视频中我会介绍给大灯翻新的方法以及一些注意事项。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了，下面介绍一下所需的材料，分别是400到2000目不同的砂纸，我用的是400、600、800、1500、2000。一个装完水的喷壶 ，Wax and Grease Remover， 中文叫做油蜡清除剂。抛光膏，一个干净的毛巾，清漆是给做完的车灯做保护用的，2罐啤酒，可以一边喝一边干。今天天气还挺好。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翻新的车了。可以看到这个车灯还是比较黄的，氧化的已经比较严重了。推荐的这种方法仅代表于我个人，我认为这种方法挺好用的。但是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也可以用你自己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去 4S 店换一对新的车灯，但是这样有点太贵。这种办法只适合于这个氧化层在外面。我们的原理就是把外面的氧化层打磨掉，然后让它变得更加透明。怎么确定氧化层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可以把灯拆下来，然后从里面看。如果里面就没有很黄，然后外面比较黄的话，那就是氧化层在外边。再就是可以往上面喷一点水。如果这个车灯沾水之后会变得稍微透亮一点，那大概率说明黄色来自于外面，所以这种情况就可以用我们的方法。对了，我们需要的材料还有一卷胶带和一些废纸。用来把这个大灯外面围一圈来做一个保护，不然打磨的时候可能会打磨到这种车漆，然后喷漆的时候也可能会喷到这种车漆，这样是不好的。这个胶带最好是用专门的美工胶带，因为比较好撕，并且把它揭下来的时候不太容易在车上留下胶的痕迹。因为我没有了，所以我就用宽的透明胶代替。那我们现在就已经贴好了，然后我们先把这个车灯喷湿，还有砂纸也喷湿。首先用最粗的，我用的是400目的砂纸，然后就可以开始打磨了。最开始用400目砂纸打磨的时候，一定要打磨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如果它打磨得不好的话，最后想用2000目的砂纸把它找平，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甚至找不平的。如果你用400目的砂纸多打磨5分钟，可能2000目的砂纸就会省下3个小时的打磨时间。所以第一步的基础一定要打好。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车灯就打磨的差不多了。你看现在这边就比这边亮很多，它已经不黄了，但是只是比较像磨砂的质感。那我们下面就是用更多目数的砂纸把它打磨光滑，最后想达到这种像镜面一样的反光效果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换更细的砂纸，换成800目的砂纸，重复刚才的步骤。打磨完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了，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细小的划痕的。然后我们再加大砂纸的目数继续打磨，然后我们换成1200目的砂纸，把车灯和砂纸都打湿，继续刚才的步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换成1000以上的砂纸就不要这样直线的打磨了，因为直线打磨的印记不容易被消除，我们要这样转圈的打磨，这样不容易留下印记。这是1200目砂纸打磨完的样子，可以看到已经非常透亮了，摸起来也没有什么粗糙的感觉了。那我们现在进行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来喝杯啤酒，然后再继续打磨。好了，现在我们换成2000号的砂纸继续打磨。本来可以用一下1500，再用2000的，这样能更快一点。但是我发现刚才我看错了，我已经没有1500号砂纸了，所以我就用2000的直接打磨了。打磨完之后就是这样的效果了，可以看到它几乎已经不发黄了。我们来回到车的正面看一下，可以看到左面的是已经打磨过的，右面是没有打磨的。左面的颜色已经不黄了，它只是看起来有点像磨砂的质感，而右面的还是很黄。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抛光，来把这个磨砂的质感恢复成像玻璃一样的光泽。我们用一条干净的毛巾，还有这个抛光膏。有的人说用牙膏抛光也行，确实牙膏里面有研磨颗粒也是可以的，但是牙膏比抛光膏更加粘，所以就要用更多的力气，而且牙膏的价格是比抛光膏更贵的。牙膏一管就要3-4块钱，但是这抛光膏只要20块，但是牙膏可能抛一个光就要用半管，但是这种抛光膏抛很多车，它基本上也不怎么变少，所以用这种抛光膏是更加划算的。我们把抛光膏这样弄在毛巾上，然后就这样用力的画圈擦它，
如果有抛光机的话，也可以用抛光机，但是我更加喜欢用手来抛光，因为这样能更好的感受它的力度。再就是抛光实际上并没有费很大的功夫。如果有的人说我抛光怎样都抛不亮，那说明是打磨没有打磨好。打磨没有打磨好的话，想靠抛光把它抛亮，那需要用很多的时间。如果打磨的好，可能抛光2分钟就结束了；如果打磨的不好，想抛光把它抛亮，可能要抛2个小时都抛不亮。所以，如果你发现抛光抛不亮的话，你应该回到上一步进行打磨，而不是继续来抛光。现在我们用没有抛光膏的另一侧毛巾把这个抛光膏擦干净。可以看到现在大灯就比较亮了，而且摸起来也非常光滑，没有脱凹不平的这种质感。但是感觉还是有一点发白，实际上就是因为抛光膏没有擦干净。我们无论多用力，它实际上上面还会浮着一层蜡，所以看起来并不是很干净。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这种 Wax and Grease Remover 来把上面的这层浮蜡去掉，它就会变得非常透亮。我们找一块这样干净的布，然后把这个 Wax and Grease Remover 倒在上面，中文叫做油蜡清除剂，少倒一点就可以。然后来把这个车灯擦干净。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了，它就可以去除上面的油和蜡，那这样它就会变得非常透亮。可以看到现在它就变得非常亮了。左面的这个是已经做好的，右面的是没做的，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很多人在这里就结束了，认为这个车灯已经很亮了，所以就结束了。确实抛光结束了，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车灯做上一层保护的话，它过3个月还会变成像这样一样黄，所以你每3个月就要做一次。虽然做一次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还挺麻烦的，因为你要把这个所有的外边都封起来，如果你封得不好，磨到车漆什么的就更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要给这个车灯做保护，让这个太阳的紫外线不会伤害到这个车灯，这样就会好一点。那究竟怎样给车灯做保护呢？实际上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给上面喷上一层清漆，就是透明的颜色的漆。这样的做保护的方法就跟原厂出厂的灯差不多，因为原厂出厂的灯在外面它其实是有一层清漆的，不然太阳一晒，无论多好的塑料它也会变黄的。如果你喷清漆的话，保护的时间可能到2到3年它都不会再发黄。还有一种就是涂这种陶瓷镀晶，陶瓷镀晶的保护时间大概是半年左右，而且涂的话就像刚才用这个油蜡去除剂一样，只要一涂1分钟就可以涂2个车，这样比较方便。还有就是你可以去专门的商店买这种给大灯做保护的东西，它像一个湿纸巾一样，但是我感觉那湿纸巾里面的成分它可能还是这种陶瓷镀晶一样的材料，然后你把湿纸巾打开，这样涂在车灯上，也是它的保护时间可以到半年左右。所以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办法。这次我用的还是喷漆的办法，但是喷漆就比较考验这个手法和技巧。第一是这个漆要用汽车专用的漆，而且是耐高温的漆，因为这个车灯它是会散发热量的嘛，如果你要用一般的漆的话，它过1-2个月可能漆就会爆开，就会变得很丑。再就是漆的成本会比较高，它也比较考验手法和技巧。如果喷完之后它产生橘皮，还要再进行打磨。温度、湿度、风、喷的手法、覆盖表面、干燥时间，很多条件都决定着最后喷出来的东西会不会爆皮。如果爆皮的话，那还不如不做，会变得更丑。但是好巧不巧，这些东西我都是会的，因为我早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玩自喷漆了。下面请看图片，这是我15岁的时候，我在玩街头涂鸦。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车灯上面喷一层清漆，漆要严格的按照它上面的说明进行使用，并且要加上你自己的理解和一些经验。我去年学磨刀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说磨刀是一种修行。最近学喷漆的时候，又看到一句话，说喷漆是一种心态。关于喷漆有很多细节要注意，可以单独出一期视频来讲，今天我就不再多讨论了。好了，那这样我就喷完了一层清漆，然后等它干一干，然后再喷第2层。车灯最好是喷2到3层。然后现在给大家从正面看一下它和另外一个车灯的区别。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区别，这个是做过的，这个是没做的。但这个它就黄的不太行了都。然后这个它就非常的透亮。但可以看到，这喷完漆之后，它就会有这种细小的橘皮，是因为漆的流量和压力不够导致的。我们用自喷漆没有办法像钣金店一样用这种高压枪大流量来喷这个漆，让它没有橘皮产生，所以我们喷出来橘皮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要其他的方法把这个橘皮去除。方法就是等这个漆干了之后，然后再用砂纸和抛光膏再把它打磨。等第一层漆干到合适的程度，现在我在喷第二层漆，可以看到它产生了一些颗粒，不过不用担心，因为等它完全干透之后，我还是会再进行一次打磨和抛光的，会把它恢复的像玻璃一样透明。现在我们一个车灯就已经做好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另一个车灯做跟刚才一样的事，我就不再重复一遍了。好了，现在天已经黑了，外面没什么阳光了，所以大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透亮了，但是看起来依旧比做之前透亮多了。它几乎已经变成了透明色，它看起来比没做之前好多了。这是我还没有进行二次抛光处理，并且现在傍晚光线也不太好了，如果白天的时候会更亮一些。现在还没有达到像镜面一样的光亮，等外面的硬化层再硬一硬之后，我再对它进行一个抛光和打磨，最后会把它做成像玻璃一样透亮。好了，现在已经是2周之后了，可以看到表面还是有一点磨砂的质感，又称橘皮，因为它有点像橘子外部的皮坑坑洼洼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二次抛光。首先把车灯和砂纸都沾上水，然后用2000目的砂纸轻轻打磨。注意这次我们打磨的力度要轻一点，因为我们不想把之前喷上的清漆全部磨掉，我们只是想让它表面变得平整。力度就像手轻轻抚摸过车体一样的力度，不要对砂纸施压，不然会把漆全部磨掉，这样我们就白喷了。打磨之后可以看到它变得更加磨砂了，不过这时候不要慌，我们把它抛光一下就好。这时候用手摸已经摸不出来坑坑洼洼的痕迹了，说明我们做的事情是有用的。抛光的过程就像刚才一样，用干净的毛巾沾一点抛光膏，然后反复的揉搓它。抛光之后可以看到它已经变得十分透明，像玻璃一样的光泽，已经不再有橘皮，也不是磨砂的质感了。给大家换角度看一下，无论从哪个角度，它已经是玻璃一样的光泽，没有磨砂的质感了。而另一个表面还是有轻微的橘皮。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另一个也做一样的事情。这次就不再跟大家讲解了，所以我用的是抛光机抛光。你别说这科技这玩意儿，它确实是快啊。好了，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成品吧。从正面看就是这样子，和最开始的黄色已经形成了天壤之别。从侧面看，无论从哪个角度，也像玻璃一样透明，不会再有磨砂发黄的情况。这样我们的翻新就算是完成了。不过我感觉陶瓷镀晶的方法，无论从成本上还是操作难度上，都会比喷漆更方便一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分享、点赞、评论，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